职业学校以前是学习不好的学生去的地方，但今年5月，北京一所职业学校门口凌晨4点，上千个家庭在外面排队等着开门。有人带了小凳子坐在那里，有人站着看手机。5月的北京凌晨还是有一点冷的，但是没有人离开。你能想象吗？凌晨4点，他们在等什么？等这所学校开门。有一个妈妈叫秦丽，她15岁的女儿马上要初中毕业了。凌晨3点，秦丽把女儿和丈夫叫醒，一家3口开车20多公里赶到这里。到了门口，发现前面已经有500多个人在等了。在中国，初中毕业以后，学生有2个选择，一个是读普通高中，然后参加高考考大学，另一个是去读职业学校，学护理、烹饪、汽车维修这样的技术，毕业之后可以直接工作。想象一下，一个15岁的孩子已经可以直接学一门手艺了。秦丽的女儿要去的就是这样一所学校。学校最热门的专业，20个人里只能进1个，所以他们一家凌晨赶来，就是为了让孩子有机会参加面试。为什么现在要半夜抢职业学校？今天这期视频，我们就来聊一件正在发生的事情。在中国，很多家庭对孩子教育的选择正在改变。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，比去年减少45万人。新闻里说了，今年有1290万人参加高考，听起来还是很多，但这是连续2年在减少，而且今年一下子少了45万人。这个数字为什么重要？因为高考在中国不只是一场考试。很多中国人从小就听到一句话：好好读书，考上好大学，就能找到好工作，过上好日子。很多家庭花了很多的钱，很多时间，就是为了能让孩子多读几年书，考上好大学。所以高考报名人数减少，说明有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重新问这个问题：孩子一定要参加高考上大学吗？就像秦丽，她的女儿有机会上高中，参加高考的，但是他们主动选择了职业学校，主动凌晨4点去排队。以前大部分中国家庭的想法很简单：读高中，参加高考，考大学，找好工作。几乎所有人都走这条路。如果一个孩子没有考上大学，家里会觉得很丢脸，邻居会问，朋友会比较，觉得这个孩子没有出息。但是现在有人开始不走这条路了，不是没有办法，是不想走。
为什么？因为很多家庭发现，读完大学不一定能找到好工作，花了4年的时间，花了很多的钱，毕业后还是找不到工作。大学文凭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值钱了。这背后的原因就在下面这条新闻标题里：学历贬值，学历的定价权在谁手里？我之前有一期视频说的是大学毕业生春季招聘会，一个体育馆里几千名马上毕业的大学生，手里拿着简历，排着长队等着面试。他们很多人一天面试10家公司，还是拿不到一份录用函。这些人都是大学生，他们读了4年书，为什么还是这样？这是新闻标题里说的贬值。他们的大学学历正在变得不值钱。如果上大学的人不多，那有一张大学文凭，找工作就很容易，因为你有别人没有的东西。中国以前就是这样，大学生少，公司需要大学生，所以有一张大学文凭就能找到好工作。那个时候考上大学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，但是现在不一样了。2012年，中国每3个年轻人里只有1个上过大学，到了现在，每2个人里就有1个上过大学。短短10几年，大学从以前的稀缺变成了现在的普通。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，如果一个村子里只有1个人会开车，那他很容易找到工作，因为他有别人没有的技能。但如果村子里有1半的人都会开车，那会开车就不再是优势了，大家都有。大学文凭就是这样。所以发生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情，大学生越来越多，但工作没有增加那么多。大家都有文凭，公司就开始要求更高的文凭。本科不够，要硕士；普通大学不够，要名校；名校硕士还不够，要博士。这真的是变成了一场没有终点的比赛。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在体育馆里排队的大学生，手里拿着文凭却找不到工作。那怎么办？有没有另外一条路？有，而且很多人已经开始走了。2026就业风向，本科生回炉补技能，新蓝领逆袭出圈。标题里有一个词“回炉”，什么意思？回炉就是重新回去学习的意思，就像金属放回炉子里，重新加热，重新做成新的东西。这条新闻说的是，有越来越多已经读完大学的人主动回去读职业学校，重新学一门技术。四川有一所职业学校，
今年迎来了61名大学毕业生。他们虽然已经拿到了本科文凭，但是还是选择重新回去学技术。其中一个学生说，大学毕业以后找工作一直找不到，才发现自己有文凭，但是没有真正的技能，公司不需要我，这就很有意思了。以前是职业学校的学生想办法去考大学，现在是大学生毕业回来读职业学校，这个方向反了过来。快说一件事，想用真实中文阅读 ，description 里有免费体验，我用语音陪你读。好，我们继续。因为市场在变，现在很多公司需要的不是一张文凭，而是真正能做事的人，会修机器，会护理病人，会操作设备。这些技能，职业学校可以直接教，毕业以后可以直接工作。所以现在出现了一个新说法，叫新蓝领。以前蓝领是指用双手工作的人，比如修车。很长时间以来，很多人觉得这样的工作没有面子。但是现在有技术的蓝领工人，工资可以很高，工作反而更稳定。这就是新闻里说的逆袭出圈，从没有人看好的选择，变成了越来越多人想要走的一条路。回到秦里，他凌晨4点站在停车场里排队，为的就是让女儿进入这样一所学校。他看到了这个变化，他在为女儿选择一条他觉得更实际的道路。所以职业学校从以前很多家庭不愿意选择的地方，变成了现在很多家庭主动去抢的地方。这不是因为大家放弃了，而是因为大家重新开始在想，什么样的教育真正对孩子有用。这个问题不只是中国家庭在问，全世界的家庭都在面对同样的变化。以前的答案很简单，考大学。现在的答案开始变得不一样了。那你觉得呢？如果是你，你会选择读大学，还是学一门技术？把你的想法写在评论里。如果你想跟我一起读真实中文， description 里有免费体验链接，点一下就可以开始。我是 Coach 天，下周同一时间我会继续用真实内容陪你一起把中文读懂。我们下周见，拜。